大家好，今天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使用 Excel 作为工具，利用 RFM 模型对客户进行分类分析。RFM 模型呢是一种简单的常用的客户分类方法。RFM 模型呢主要从3个维度对客户进行分类。第一个维度呢是客户交易发生的时间进度，用 R 来表示；第二个维度呢是客户交易发生的频率，用 F 来表示；第三个维度呢是客户交易的金额，用 M 来表示。根据客户在3个维度上的不同，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希望的分类数量来确定每个维度的等分度。比如说，如果在3个维度上都采用5等分的话，就会得到一个最多125类的分类结果。如果在每个维度上采用3等分的话，就会有27个分类这样的结果。我们把这个叫做魔方。不同行业 RFM 维度上度量值的选择会有所不同。R 代表客户是否近期内活跃，一般用最后一次发生交易的时间和数据采集的时间的时间差来表示。F 代表客户交易发生的频率，是客户活跃频繁度的度量，一般用一定时期内客户发生交易的总次数来表示。M 代表客户交易的额度，代表了客户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，一般用一定时期内客户发生交易的总金额，或者一定时期内客户发生交易时的平均交易金额，也可以用最后一次交易时的金额来表示。大家可以根据具体的分析案例的目的不同，采用不同的度量标准。接下来我会用一个具体的案例来演示整个操作过程。该案例呢是一个会员制服务企业，我们收集了该企业1年的客户收银记录，大约26600多条，包括了大约1200个注册会员的交易收银信息。在该收银记录表中，有记录 ID 来标识每次不同的收银记录、客户编号、收银日期、销售金额以及销售类型。其中销售类型标识了客户是正常消费、是退货，还有参加赠送或者是促销活动等等。接下来具体的 Excel 操作演示过程中会有一些 Excel 的快捷操作方法，大家也可以在过程中学习和参考。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数据，这是我们收集到的数据。我们选择第一行，把这个行标签先给它固定在第一行中，所以我们选择视图，锁定首行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数据做一下筛选，然后呢，看看这个数据的具体情况，点击数据筛选，然后呢，点这个小下标，看一下啊，有这个4类的销售类型，然后呢，再看一下这个具体的销售额的数据情况，有负值，这可能是退货的情况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用透视表来对数据进行一下处理。然后呢，我们选择插入透视表，然后呢，选择所有的这个透视表的区域、数据的区域，然后呢，在新这个数据表中，插入一个透视表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客户 ID 放在行标签里面，因为我们要统计每个客户的情况。然后呢 ，R 呢用这个交易时间选择对时间的最大值，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最大值，然后呢对这个时间日期的格式做一下设定，然后呢我们用自定义格式吧，输入年月日 YYY-M-D， 然后呢点击确定，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最近的交易时间。然后呢 F 呢用这个交易 ID， 然后来统计计数，选择计数。这个确定，然后呢 M 呢用平均值，所以呢我们选定这个 M 呢用这个平均值来计算。然后呢我们对数据格式也稍微做下设定，2位小数点吧，小数点后2位，确定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还要统计一下筛选一下这个退货情况，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多项这个筛选，然后呢去掉这个赠送跟退货，确定。目前呢我们就对这个数据做了一下简单的处理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透视表的数据呢都
给它改成这个数值型，免得这个图示表的计算公式影响我们后期的计算。所以我选择 ABCD 4列，然后呢 Ctrl+C， 然后复制一下所有的数据，然后呢在这个选择性粘贴成值，在开始里面选择粘贴值，这样的话呢就变成了值。我对前3行再做一下清理，选中前3行，然后呢 delete 删掉，然后呢再插入2个空行，因为我要用上面的来做一下中间的数据计算，插入2行，然后呢把这个行标签呢列标签呢给它修改一下 FM， 因为这个 R 呢还是这个交易时间最大值，所以它还不是这个我们希望的 R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计算一下 R。计算 R 呢就计算这个最后一次交易时间减去我们的这个数据收集时间。我们输入数据收集时间2010年9月27日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数据这个日期 Ctrl+C 复制一下，然后呢选中所有的数据链，然后呢选择性粘贴，然后呢选择减法，然后呢确定，这样的全是井号应该是数值型，所以我们就修改一下数值格式。现在是数值是负的，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减法的时间应该是反过来减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再乘以-1就可以了。输入-1，然后 Ctrl+C， 然后呢选择数据区域，然后呢再选择性粘贴乘法，乘以-1就得到一个正值。到此我们就把这个 R 计算完成，修改一下这个列标签 R。接下来我要计算 R score、F score 和 M score， 所以输入 R score、F score、M score 它的分值，因为我要把 RFM 都统计成1、2、3，做这个3等分。做3等分的时候呢，我要计算一下最大值、最小值，再计算一下这个从最大值到最小值的3等分距。所以我再做一下这个一个中间值的计算，这前面是数据表，然后呢输入这个 max、min 和这个 D3 3等分距。现在我要计算3等分距，我选择它的删除最后一行吧，便于这个方便操作。然后呢等于 max 这个所有的数据里面取最大值，然后回车，然后 min 等于 min 所有的数据，所有的 R 的数据得到它最小值。3等分距呢就等于最大值减最小值除以3。这样的我就计算完了 R 的这个3个中间值，然后呢我再用同样的方法计算这个 FM， 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复制，直接拖到这个小黑十字叉往右一拖就可以了。修改一下数据格式。接下来我要计算 R score、F 和 M score。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如果直接用这个数值减去最小值除以3等分距的话呢，当这个数值为最小值的时候会等于0，因为我要把这个 R、F、M 都变成了1、2、3的话，当等于0的时候强制它等于1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在做公式的时候，我要用一个判断，如果这个 R 值正好等于它的最小值的时候，我让它等于1，然后呢不等于最小值的时候呢，我用向上取整，所以我等于这个 if 它等于最小值的话，然后呢我就让它等于1，如果不等于最小值的话，我就用向上取整的函数 roundup， 然后呢这个括号里的这个 R 的值减去最小值除以3等分距，然后呢这个取roundup 那个小数位呢我取0，这样的话我得到的数是取整数，回车就得到1。因为后面我要复制公式，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相对的引用改成绝对引用，也就是说我要锁定这个最小值和这个3等分距的值，
所以呢，我在公式里面呢，在这个显示的数据公式的地方点中这个 mean 值和这个3等分距值，然后这个引用的部分，然后我按 F4， 然后再把它变成绝对引用。变成绝对引用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就直接在这个行标签跟列标签上都给我加了一个刀的符号，这样的话呢就成了绝对引用。另外计算 F score，F score 也同样的原理，就等于这个 F 值减去最小值。如果它等于这个最小值的话呢，那么我就设定它为1；如果不等于最小值的话呢，我就等于它减去最小值除以一个3等分距，然后呢向上取整，这个小数位选0，然后呢这个回车就好。然后呢同样把这个相对引用变成绝对引用，用这个 F4 快捷键对它做一下修改。OK， 这样的 F 值就计算完成。接下来我们计算 M 值，M 值也一样，如果它 M 值等于它的最小值的话，我就让它等于1；如果不等于最小值的话呢，我就让它向上取整，取谁的整呢？取这个 M 值减去最小值除以3等分距，然后呢这个之后呢向上取整之后取0位小数点，所以呢公式就完成。同样我要把这个相对引用变成绝对引用，用 F4 快捷键把这个 mean 值和这个3等分距就给它固定，双击小十字叉就是复制公式，线下所有的都复制完成。顺便改一下这个客户这个 ID， 这个应该叫客户编号，客户 ID 吧。接下来我要算 RFM score。RFM score 的计算方法呢，就是用这个 R 的值乘以 R 的这个分值 R score 乘以100，F 的值乘以10，加上 M 的值，这样子呢，我就会得到一个3位数。第一位呢，百分位代表了这个 R 的值，10位数的值就代表了这个 M 的值，这个 F 的值，然后个位数就代表这个 M 的值，然后点选双击十字叉就复制公式到下面所有的列，看一下最后是否完成。 OK， 没问题。接下来我们要对它进行了统计，仍然用透视图插入透视表，然后呢在新的这个数据表里面插入这个透视表，选择这个 RFM score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来统计一下它有多少个客户，把这个客户 ID 这边通过用计数的方法来统计一下，在每一个分类里面它有多少个这个客户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用 RFM 对客户进行分类就已经分类完成。目前这个分成了大概18、19类吧。然后呢，同时我要看看它的人数多少，做一下可视化，我用条件格式来选择，所以我就选择所有的数据开始，然后呢选择这个条件格式，然后呢选择这个条形图来看，选择一个颜色，这样呢我的这个数据分析基本上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数据。对于该公司来讲，122的客户占了大部分，说明这中等以上的客户他们近期发生过交易，说明他们生意还是不错的，还是比较健康的。第二个呢，以3开头的这种客户较少，那说明这个该企业还不需要推出老客户激活计划，客户流失率相对比较低，或者流失的风险比较低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以1打头的这个客户呢占了绝大多数，那说明在过去的4个月之内，这个企业的主要的客户们都来发生过交易，所以企业经营的不错。当然有一点呢，因为我们选了1年的数据，就是说明是4个月之内发生过交易，这个时间跨度有点长，对于企业来讲可以考虑把这个 R 的时间长度呢10份，也可以12等份，就是相当于每个月来等份，这是根据客户自己的情况来做具体的分析。这个模型呢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和直接，
不同的情况下呢，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分析方法，可以做灵活调整。同时呢，企业呢也可以把这个客户的数据做成动态的或者阶段性的来做对比，来根据不同类型客户的数量变化，来对公司的销售系统进行诊断，或者对销售系统的绩效进行评价。所以这个模型相对来讲简单直接，而且这个非常有效，所以呢大家可以灵活使用。谢谢。